朋友们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东航坠机发生接近2个月以后呢，本来已经是渐渐的淡出了大众视线的这出惨剧呢，在一夜之间又重新回到了舆论风暴的中心。而这个风暴的源头呢，它就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独家报道。在昨天呢，《华尔街日报》刊发的消息呢，说美方调查人员对这个东航坠机的初步评估结论认为，飞行数据显示这个驾驶舱内有人是故意坠毁了该架飞机。那么在今天凌晨呢，该报道根据中共官方的回应又进行了一次更新，但是呢，它仍然是维持了最初的这个报道的内容。那么根据这篇报道引述熟悉美方初步评估情况的一位人士的说法呢，就说东航客机它是遵从了这个驾驶舱内某人的指令才坠毁的。那么这个报道它主要透露的信息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从这个黑匣子提取的数据呢，它就显示是人为的输入了控制装置的指令，才导致这个飞机进入到致命的俯冲状态，就是那种90度的。第二呢，这些指令它都来自于驾驶舱内的某个人。第三呢，牵头此次调查的中共相关部门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这架飞机有任何的机械或者是飞行控制的问题。第四呢，参与调查的美国官员根据当前这个调查中搜集到的信息呢，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一名飞行员的行为，但是呢，暂时不完全排除飞机上其他的人闯入驾驶舱，并且故意造成坠机的这种可能性。第五一点呢，就是这个熟悉美方初步评估情况的人士就透露说，美国方面呢并没有掌握中国这方面获得的所有信息，那个意思呢就是中方对美方是有所隐瞒的。那么尽管这篇报道它是在大陆的深夜凌晨时段发表的，但是它依然迅速的就在大陆网络引发了舆论风暴了。有人就说大半夜看到这个，顿时觉得全身发冷，感到很恐怖，并且呢就质疑中共官方为什么不给个明确的说法。也有人呢就斥责说，国内的这些媒体都像是死了一样，如此重大的新闻居然又是让外媒率先给报道出来等等。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呢，一点不意外，它很快的就触发了网管机制了，所以这个新浪微博呢立即就开始删帖，并且屏蔽了相关的话题。抖音这样的平台呢，也都疑似是开启了相关的审查。你要去搜索这个东航，全部的结果都是来自于看到是官方的或者是警方的账号，没有任何普通用户所发布的内容了。与此同时呢，有一部分官方媒体呢，也不得不进行了一种例行的危机公关式的回应。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陆的民用航空官方网站，他们在今天凌晨就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回应，声称说，东航公司回应这个《华尔街日报》查询的时候表示，现时未有证据显示涉事飞机出现了问题。同时呢，又说有人强行闯入驾驶室的说法并不成立，暂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支持有关的揣测。然后呢，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环球时报》了，它呢也有刊发了一篇报道，说经中国民航局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参与事故调查的人员证实，对方明确地表示说，未向任何媒体发布有关调查信息。那么其他的这个大陆媒体呢，它基本上都是转发了这2家媒体的文章，但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早上这个民用航空官方网站这篇用无证据显示在标题的报道呢，它在发布以后大概是2个小时就把它给删除掉了。那么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呢，只是谷歌的一个快照。在这篇报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东航的回应，它先是在模糊焦点，就说现时未有证据显示涉事飞机出现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是机械故障问题还是人为因素的问题呢？他没有说清楚，很模糊。然后呢，就说有人强行闯入驾驶室的说法并不成立。这个明显就是在避重就轻了，对吧？因为美方的消息重点说的就是这是飞行员的问题。只是他从理论上呢说不绝对排除外人闯入驾驶舱的这种可能性，其实这恰恰是说明了美方这种报道的严谨性。
那么东航最后他还回应说暂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来支持有关的揣测。这个多少就有点睁眼说瞎话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媒的报道它是明确的说了，说人为坠毁的这个结论呢，它是根据黑匣子的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个结果。同时呢，它也包括了中方自己对这个飞机机械故障方面的调查结果综合得出来的，所以这是有充分的证据的。结果它到了中共的嘴里，立马就变成了一种揣测。而我们看看《环球时报》的报道呢，也就会发现他们没有敢直接的否认人为坠机这个结论。大家要注意，它是转而以这个美方调查人员未向任何媒体发布有关调查信息来进行报道的。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党媒愚弄大众的一个典型的手法之一，它就是用否认消息的发布渠道来间接的否认这个消息本身的真实性，让观众产生一种这个消息不真实的误导性的认知的效果。美方的调查人员当然没有直接的去向媒体正式的发布一个调查的信息、调查的结论，但是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这种非官方的渠道去释放一些信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自己就明确的说了，说这个消息是来自于了解美方评估情况的知情人士，而且按照美国媒体的通行的规定呢，就说你凡是引述匿名知情人的消息来进行报道的话，你至少是需要2个或者2个以上的独立的信息源相互佐证才可以来报道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美方放出这个消息来，它至少说明了2点。第一呢，相关这个黑匣子数据分析结果，它应该早就通报给了中方了，但是中方一直压着不提的。第二，美方是拿到了确凿的证据，不怕中共甩锅来嫁祸美国的飞机，所以呢才会底气十足的主动来捅破这层纸。所以就我个人来看现在这个震撼性的结论，这个中方他们应该是早就心中有数的。在这个坠机事件发生以后呢，东航是按照国际惯例立即就停飞了所有的波音737-800型客机。那么当时这个东航云南分公司的董事长叫做孙世英的，他还曾经公开的表示说这个并不代表该机型必然存在着安全隐患，而是一种遇到了突发重大事故后的应激反应。那么一切还是要以调查组的结论为准。那么到了这个坠机1个多月以后的4月18号的时候呢，东航是正式的宣布说恢复这个波音737-800型客机的航班开始运行。这个其实它就已经是在用行动间接的说明中方所掌握的这个坠机原因调查呢，它已经排除掉了机械故障或者是飞行控制等等故障这些问题了。否则以中共那种一切责任全在美方的是你就是你，就是那种偏执到抽筋儿的惯性，他怎么可能轻易的放过揭发美帝谋害我国人民的大好机会呢？而且在2天以后的4月20号，中方就正式的公布了东航坠机事件的一个初步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它实际上呢就像打醉拳一样，看上去是不知所指不知所云的。因为这个报告声称说，它不是要对这个事件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结论，而只是堆砌了一些包括了这个事故的概述，还有飞行的经过，还有机组机务的人员，航空器的试航维修情况，还有包括主要的残骸分布等现阶段他已经掌握的一些基本事实信息而已。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回顾这个脉络呢，就会发现很有可能早在4月下旬的时候，美方已经就把这个黑匣子数据的分析结果通报给了中方了。但是中共呢，他一直装聋作哑，就是搞这个模糊战略。他虽然恢复了这个波音飞机的航班，但是呢，迟迟不给出一个明确的官方说法。那么美方在等了1个月以后，看到中共里没动静，在这个病毒来源问题上已经吃过一次被甩锅大亏的美帝呢，那就只好是先发制人了，先把这个消息给捅出来，免得日久生变，你又飞出什么幺蛾子来。那么这个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就说明美方对坠机事件现在这个结论，它应当是有相当把握的。
也就是说，人为坠机这个结论一出来，我想最大的嫌疑人他当然就是那个副驾驶张正平了。在此前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已经详细的和大家有讨论过张正平的生平和他以5星机长这么一份资历，却只能够当自己学生的一个副驾驶的这么一个疑点。当然，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查看我在3月25号所做的节目。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去啰嗦重复了。那么今天关于张正平呢，我们需要和大家来简单的补充一点过去没有提到过的信息，就是在4月初，海外中文媒体这个看中国，他们是有曾经独家的爆料，就说这个人为坠机的操作者呢，他的确就是张正平，而且这个整个坠机过程啊，地面塔台其实都有听到了，所以这个云南警方啊，在坠机之后仅仅20分钟之内，就紧急的搜查了张正平在昆明酒店的一个住处，而且还发现了一封遗书。那么此前呢，由于这个坠机的原因尚无可靠的消息可以得到确认，所以呢，我就没有和大家来提到这个遗书的爆料。那么根据这个爆料的说法呢，就说这封遗书啊，它是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是控诉中共的经济政策，说啊张正平他自己几十年的积蓄啊，他托人投入到了恒大地产和一些金融的项目，但是呢，因为这个习近平不懂经济，乱搞，最后呢导致自己血本无归，再加上啊自己还有这个家人死于了疫情之中，所以他就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这种信心。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提到张正平他自己啊，作为一个5星机长，一个功勋的飞行员，仅仅因为在去年飞行中犯了错，结果就遭到东航领导整治和打压，取消了他的机长资格，然后去充当他自己一个学生机长的副驾驶，而这个机长呢，他恰恰就是东航领导的儿子，所以这个使他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所以才决心要用同归于尽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报复。据说呢，这个遗书最后啊，他还有借用了杨家当年的一句话，就是你东航的官僚主义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今天我们来和大家提到这封遗书的传闻呢，就是因为美媒的报道，它要是一旦证实了东航它的确是人为坠机所造成，那么它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让这个遗书传闻的可信度呢，它就大大的增加了。中共官方严密的封杀这个遗书以及坠机的真相呢，它也就很好理解了。也就是说呢，如果这封遗书它是真的存在，那么它的内容对中共的民航界的很多黑幕的揭露，还有对这个习近平点名的控诉呢，它势必给当前这种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带来难以预料的一种冲击。尤其是后者啊，对反习势力来说，这个可以说是攻击习近平的经济失策，引发了重大社会危机的一个绝好材料，对吧？所以东航在这个美媒爆料以后，你看他低调的否认了一下，然后迅速的又把它删除掉，他就说明当局其实怕的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他担心啊，让一个报复社会的极端的案例，最终会演变成为对习近平的经济失策的一个全民的声讨，那样对习近平来说，他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当然，我们说到习近平他当前的这个处境呢，我们客观的说，可以用雪上加霜来形容。我们此前呢反复说过，说习近平他宁可在这个经济、外交等领域适当的让步，做一些让步，他也不能够放弃封城清零这样一条路线。这个是因为他自己把这个清零路线无限上纲到了它象征着这个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同时呢，还有包括这个领袖的治理能力、国力的升降的体现，它甚至都上升到了说是东方文明复兴的一个象征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这种无限拔高的做法呢，它可不是那个坐过山车，对吧？你可以冲入云霄了，然后还可以自如的又俯冲回到人间来。这种做法呢，它完全就是那个火箭发射一样，一旦要是点了火呢，你要么就是成功的遨游太空，尽享无上尊荣的上帝视角，那要么就是失败，就是粉身碎骨，灰飞烟灭。而且呢，这个火箭呢，它还是属于长征系列的那种一次性使用的低端产品，
它也不是马斯克的那种可以用来回收重复使用的高端产品，对吧？而且非常诡异的是，我们看到习近平他越是把这个清零看成是自己的罩门，他就越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就在昨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是第2次公开的又表示说，这个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呢，它具有高传染力的特质，与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病毒它已经完全不同。所以呢，这个让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它是难以持续的。你看他又来说这个话了。然后呢，这个谭书记呢，他还声称说 ，WHO 呢已经多次针对着中国的防疫策略提出了建议。但是考虑到他们的政策选择，这个取决于每个国家自己所做出的决定。那么很显然呢，谭书记他并不是说有意的要来和习总书记过不去了，对吧？他明显就是在为这种长期反复的清零，它可能将引发的一种灾难性后果来切割世卫的责任了。其实这个后果啊，连金正恩隔壁邻居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按照这个朝鲜的朝中社官方消息啊，说截止到17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6点，朝鲜累计的发热病例呢，它已经超过了172万例，累计死亡人数呢62人，这个病死率呢，它只有0.0036%，它只有上海这个病死率的0.04%的1/10左右。而且呢，这个消息他还同时的宣布说，这个发热病例中啊，已经有超过了102万例已经完全康复了。上次啊，我们就说过，我们说这个三胖呢，他在接力谭书记呢，对这个习近平进行背后捅刀子。其实这个并不是三胖他也要故意的这么做的，而是呢，他只能够这么做，他才会让自己可以平安的度过这次危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条最佳的出路。现在的朝鲜，我们看到它等于是在向全世界进行一次裸奔式的与病毒共存的大型的现场直播。朝鲜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它的权力结构呢，与中共是如出一辙的，对吧？大家都看到的。而且朝鲜呢，它无论在疫苗、在核酸检测，包括在一些基础的医疗资源设施啊等等这些方面，它是完全无法与中共来相提并论的。那么这个就使得朝鲜它无形中成为了中共的一个绝佳的对照，就是如果朝鲜在这样一种近乎于是赤手空拳的条件之下，它仅仅因为采取了不同的抗疫的模式，它就能够安全的度过疫情爆发的高峰的话，大家想一想，它这不就等于是拆掉了封城清零路线的最后的那个合法性基础吗？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才是最致命的，因为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说自己反复叨叨了2年多的这个什么国情特色与这种制度优势的这么一个大厦呢，却被自己一手所扶持的这个国情制度也都是一样的这个小兄弟，仅仅用了3周的时间就把它给拆了个七零八落。所以呢，不出意外的话呀，我们不仅现在看到这个党媒屏蔽了朝鲜对奥密克戎进行科普的那个宣传片，在将来啊，我们恐怕还会看到党媒它将不断的去报道朝鲜的疫情啊是如何的严重，它的抗疫的局面是如何的惨不忍睹等等。所以在这样一种天不从人愿的局面之下呢，外界是再次的传出习近平健康出现了大问题，它就显得非常的耐人寻味了。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才和大家有讨论了，就说英媒有报道习近平他患了脑动脉瘤这个消息的真假以及它的影响。那没想到到今天呢，又有知名的这个政论家，同时也是海外的自媒体人陈破空先生呢，他就有发布一个独家爆料，说这个习近平不但患有脑动脉瘤，而且他还被查出来患了胰腺癌，并且已经是3期胰腺癌。也就是这个肿瘤的这个组织呢，它已经侵犯到了附近的这个血管了。习近平现在呢说这个爆料就说他现在已经是病情严重，卧床不起等等。那么这个爆料我们从内容上面来看呢，它是相当惊人的了，因为胰腺癌在这个肿瘤领域呢，它是素有叫做癌症之王的这么一个称号。
也就是说，一旦确诊以后呢，它平均5年的这种生存率，它仅仅只有10%左右，是预后最差的一种恶性肿瘤之一。由于这个胰腺癌它的早期的症状它不明显，一旦确诊了，它往往就已经是晚期。而且根据这个统计，就是胰腺癌有超过了80%的案例，在诊断出来的时候呢，它都已经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了，只能够采取非手术的叫做姑息疗法。而这种姑息疗法的这种患者，他平均的生存率有多高呢？他只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消息它是真的，那么习近平从现在开始，他要是长时间的不露面，他就有可能会被坐实他真的是患了严重的疾病了，他正在做手术呢。如果他还是依然坚持正常的露面，那么就说明他已经是无法手术了，他最多可能也就是能活个半年左右了。那么这就带来一个关键问题了，就是这个消息它会是真的吗？就我个人来看呢，我比较持观察和一种保留的态度。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从这个习近平公开露面的情况来看呢，他最近一次露面呢是在5月10号，也就是1个星期以前，他出席了这个庆祝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大会，并且发表了一个公开的讲话。那么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出了一点小状况，就是旁边的栗战书呢，贸然在他讲话中途就带头来鼓掌，结果打断了他讲话的节奏，然后他还有点不快，扭头这个小声的问了一句，说这也得鼓掌。当然，如果我们从单纯的医学角度来看呢，就是胰腺癌这种癌症，它要是一旦发展到了3期的阶段，它是属于晚期了。这个病人他会在短期内就迅速的出现消瘦，还有乏力啊等等这些症状，它会很明显的。但是呢，习近平他在1周之前的这个公开露面的讲话上看呢，虽然他的情绪的确不是很高，但是呢，他的脸庞和他的身形啊，整个他都还是基本保持了与过去是一样的形体，并没有看到有明显的消瘦这样的迹象。其次呢，就在今天呢，习近平他还在这个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这个会议上他还发表了一个视频的致辞。当然这个视频它有可能是提前录制的了，但是它也说明至少习近平在近期他的整个的外形你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么第3一点呢，就是习近平刚刚才在昨天有通过这个中办发布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对退休元老的封口令，是吧？这个新闻可能大家都有看到了。其实这个动作可以说是非常强硬的，就是他现在对这些元老，他连起码的面子都不给了。这个迹象呢，与这种说他已经是大权旁落，李克强呢正在有序的上位，这个权力将要发生一种平稳的过渡的传闻呢，看起来相差是比较远的。所以呢，就我个人看法呀，对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了，甚至他很快就要失去生命了这种说法呢，我们还是需要做谨慎一点的进一步观察。当然从另外一面来看呢，我们会发现近期连续的爆出的这些猛料它都是指向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习近平罹患了绝症，是吧？不是随时都有可能倒地而亡的那个什么脑动脉瘤，就是患上了癌中之王的胰腺癌。这个与此前的这种爆料说他是禅让了他的权利，这是完全不同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这么说吧，就是爆料说他禅让了权力，这个目标焦点他是在打击削弱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和威信，这是一种颠覆了游戏规则的政变性质的事情。而爆料说他是患上绝症了，无论这个真假如何他的这个目标焦点，他都是针对着习近平不能够连任，还有他的接班候选人是谁，针对这个而来的。它基本都还局限在这个游戏规则的范围之内。而所有这些爆料我们看到它都被与这个李克强当前逐渐高调的一些迹象给联系起来了。比如说李克强这个讲话霸屏了党媒，还有贵州出现了李克强的语录往墙上刷出来了。而最近的一个例子呢，是李克强去视察了这个云南大学，现场有几百号人呢，全都包括李克强本人
全都不戴口罩。所以这些迹象，它的确是让这些爆料呢增加了不少的可信度。所以呢，尽管我们现在难以完全的来判断这一类消息的真假，但是呢，从这个爆料内容的变化以及双方出牌的这种情况啊，我们还是能够观察到整个高层内部激斗的一个大致的脉络和双方争夺焦点的一个变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啊，这些真伪难辨的爆料呢，可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